秒。哦，哎，老婆，你知道吗？有很多明星啊，他们都会为他们所重视的身体部位投保，而且那些保额都大到吓死人哎。很平常啊，很多歌手都为他们的嗓子投保啊，就像那个 Celine Dion。哎，那是2个人吧？ Yeah, Celine and Dion。哎，对，我也是需要哎，你知道吗？我在做直播的时候，我的那些粉丝啊，他们听到我的声音，他们就说哇，非常的迷人，太好听了。我讲的是真正的歌手，好像啊，那个足球明星贝克汉，他就是为他的双腿投下了100万巨额投保。哎，对，我去踢足球的时候，我的那些朋友他们也是这么说，我的英姿呢就像贝克汉。我指的是贝克汉，哈，你是流浪汉。那我哎，对，为我的牙齿买保险。你看我这牙齿，多白啊，多整齐啊，就好像 Julia Roberts 那样，她也是为她的牙齿买保险啊。你看她的笑容多迷人。人家是笑容，你是笑话。到我。哎，对了，为我自己的腹肌买保险。哎，那对了。我鸡什么鸡？哎，你不要这样好不好？猫腹肌。哎，你现在这样躺下来就对了，那个肚子这样凹上来哈，真的很猫腹肌的秀呢。哎，你很没有礼貌哎。老公，我只是不要你太自我感觉良好，我是为了你好，因为我们赚钱很辛苦，不用花那么多钱，不用浪费钱。我不管，反正总有一天我一定会练出我的6个腹肌。祝你好运。哎，老婆啊，其实你有没有考虑过要把你的这对 headlights 从 A cup 变成D cup？ 25年前你刚刚认识我的时候，你说很小巧玲珑，很 cute 啊。25年后你嫌弃它很小吗？没有，我哪里敢嫌弃，对不对？这个是你自己说的吗？你有考虑过要去丰胸？我只是觉得说，如果你稍微丰满一点的话，穿上衣服就会很好看，就好像 supermodel。我是有说过，但是隆胸很痛的，很贵的，很多钱。哎呀，你不是有买医疗保险吗？可以 claim 的吗？你这个假达人真的是假的嘞！隆胸是不可以有保险的。不可以 claim 啊？很可惜耶，真的不能 claim 啊？可以claim。如果你整天叫我去隆胸，然后我很生气，把你的嘴巴撕烂，你住医院就可以 claim。如果你整天去混夜店混卡拉 OK 到处跑我把你的腿打断，你住医院可以 claim。如果你偷吃，我把你那个检查，你住医院也可以 claim， 都可以 claim。最都妇人心啊！ Come on, folk, let your body move to the music. Hey, hey, hey. Come on, folk, let your body go with the flow. 嗨，大家好，我是 Chris 家乐导师。今天很开心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我在保险界呢20多年的一些心得，在做个人财务规划、理财那方面呢，如何善用保险这项工具。那我相信正在看视频的朋友们，你们都应该有了好几份保险吧？譬如定期保啦，就是人寿保啦，或者是疾病保、医药保、储蓄保跟投资保等等的。那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呢，在不同的阶段，我们需要哪一些保险，哪些是不需要的呢？我们一起来讨论吧。那我建议大家呢，千万不要以保险种类跟产品作为中心。我建议大家呢，以财务规划的5大目标作为出发点。什么是5大目标呢？我们一一来讨论。那首先是保障，第2是储蓄，第3是增值，第4是保值，还有第5呢就是传承。
那记得了啊，养生要趁早，到老就没烦恼啊。这个，哎，我在做直播嘞。不是，隔壁的老王突然走了。啊，对啊，刚才我们就说啊，预防胜于治疗哈，记得了啊，快点下单，下次直播再见了啊，拜拜。嘿嘿哎，怎么就这样走了？怪不得我最近都没有看到他嘞。很突然，你看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抽烟喝酒，他每天早上去公园散步，他很健康的，就这么的走了。真的是很奇怪啊。哎，那他老婆孩子不是很惨？他老婆没有工作嘞。不知道，听说好像留下一大笔保险赔偿金。保险赔偿金，哎，那不错啊，那至少生活上就不成问题了，对不对？啊，是吗？老公，你有没有买保险？哎，有，我有帮你买保险。就是如果你切菜切断了手指啊，或者是出国旅行啊，旅行箱不见啊，或者是走在马路上被车撞死啊，全部通通都有的赔。老公，你对我真好。那当然了，其实我也是帮你买了保险。真的？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哎，try，不会哭，会，我不会改嫁。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帮你买了100万人寿保险，耶！Are you sure you're alright？ 我发现你最近眼睛在抽筋，要不要去看一下？还有嘴巴在抖，有 stroke，你去看一下医生好不好？来，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有没有发烧？No， 闭嘴，有没有发烧？来，快点，走开。いただきます，老公吃饭了，来孩子吃，我今天都是煮我喜欢吃的菜，很好吃的，来我不吃了啦，我今天胃不舒服，没有胃口。我有药，老公吃药。这个胃药肯定是过期的，他是想毒死我，所藏保险金。其实老婆啊，你知道吗？这个保险呢也不一定是包赚的啊，有其他的投资呢，这个回报率更高更稳，很快就可以赚到钱的。重点是不需要牺牲性命嘛。是啊。而且你知道我每年不是去做身体检查吗？都是100分的吗？Sure pass, sure clear 那恐怕30年、50年你都不一定可以从保单那边得到任何的赔偿。对呀，他的身体壮得像牛一样，保险金很难等得到。老婆啊，你该不会是真的这么狠吧？这怎么可能呢？哎呀，我们这么相爱，你真的以为我要谋杀亲夫吗？我怎么舍得？是，老婆，你是真的爱我的哈？当然，你是不会害我的哈？当然不会。哎，可是话说回来啊，有什么方法可以一夜之间赚大钱？当然没有啊，除非你是去骗、去偷、去抢，对不对？好吧，你就不要去想这些有的没有的了，实际一点啊。其实，在新加坡投资，很安全的嘛。比如说，你看储蓄啊，利滚利啊，对不对？这些都是稳赚的呀。可是那些利息都很低的，鼻屎般的利息才算了吧。哎呀，利息虽然是低了一点，但是你随时可以套现嘛。哪里像那些保险金啊，等到你死了之后才可以拿到钱。再说用也不是你用啊。那我们应该投资什么呢？哎，房地产啊，新加坡房地产 No.1啊，对不对 ？TOS 那边听说就是有一个示范单位，我们可以去看看。到时我们去做包租公包租婆，买房子需要一大笔首期的，我看还是等保险理赔金比较快。老公吃很好吃的。不用了，我喝水就好了。吃，食べてください。食べろ。食べて。食べます。OK。Bon appetit。老公，我告诉你，我少女时代买的那个保险现在已经mature了，我全部拿出来也好几万块啊！这样爽啊！真的是超级无敌爽啊！你每个月给多少钱？100多块而已。真的？哎，那这样子我也应该去买一个什么储蓄保险嘛？这样子，现在 premium 给少少，20年后，可以赚多多哎。
I don't think so。你现在49岁，20年后你69岁，已经是太 mature 太烂了。你的一只脚跟2只脚趾已经踩进棺材了。迎春花儿处处开呀，醒呀醒不来，醒不来，醒不来，他的放棺材。迎春花儿开又开，嘿嘿，我要丢车小人朋友，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倒数了，10、9、8、7。那我们就先来谈谈第一个目标吧，就是保障，如何去保护我们的收入跟保护我们的资产，让我们在遇到了死亡呢、疾病、住院或者是残废的状况下呢，不让自己跟家人受到无谓的负担。那当然，如果这个做完了之后呢，保障呢不会让你有能力致富的，所以你必须呢走向第二个目标，就是储蓄。OK， 一个人的财富呢，不在于他赚多少，是在于他能够储蓄多少。所以呢，有些人呢需要这储蓄呢、保单呢，来让自己去用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呢去致富。当然呢，它的回报呢应该是不会高的，应该是跟那种公积金的那种回报率呢不分上下，就是说肯定比银行定期来的高，可是呢它的回报不会非常高。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下一个目标。当然，做完这一项的时候呢，就是第3点，就是说，怎么去增值。当你有了一定的储蓄呢，你一定要达到比较高的那种回报呢，来打消那个通货膨胀。所以呢，如何策略化的去分配你的资产，用不同的财务工具呢，让你能够致富，以达到人生的那个财务自由。当你财务自由的时候呢，就要走向第4大目标，就是如何去保值。那我相信在那个期间呢，你已经有了一定的生活素质，你也有了一定的财富的时候呢，你不会去乱投资。我相信呢，你也可能会利用一些比较保守式的那种退休保单，让自己有不间断的一些被动收入。在不管经济如何的状况下呢，都可以稳稳的有一定的收入，不影响你的生活素质。当然，最后就是传承，如何用对工具、用对策略，顺利的把一生中累积的财富跟打造出来的企业传达给下一代，打破富不过3代这个僵局。那我也希望呢，跟大家分享这小段，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选择保险的时候呢，能够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哎，老爸，你说我想要去买那个退休保险，你说好不好啊？退休保险啊？哦，听说利息很高的。OK， 买。可是我最近为我身体不同部位都买了保险，我怕钱不够用哎。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停止买那个保身体的险？好像你保那个什么声音的险，那个可以 stop。怎么可以呢？我的声音多 sexy 啊！不行。那你终止你保你的流浪汉腿的险，可以吗？什么流浪汉？那个是贝克汉姆，那个更加不行。那你 stop 你保你的牙齿的险，可以吗？你又不是觉得 Roberts？哎，不行。我看那就放弃我那个保腹肌的险吧。鸡什么鸡？毛腹肌？醒不来，大地放棺材。哎，什么起不来的 It's okay. Just the two of us. It's okay. Okay, so